这个男人是个圣父，尸鬼向他哭诉自己杀了人，因为如果不吃东西的话，他就会饿死，而且还杀了自己最好的朋友。而市井居然说尸鬼没有错，就算你杀人吸血，那也是为了活下去啊！对于任何人来说，死都是平等的，不分老少，无论善恶都是一样的。照你这么说，那些被尸鬼咬死的人就活该去死了呗。很快，死亡开始波及到寺庙，市井的父亲也突然消失了。他打开桌上的电脑，发现父亲写的那封信，原来主持早就知道了真相。他让市井送给同夫的信，其实就是一封邀请函。他邀请尸鬼来家里带走自己，以保全妻子和儿子。医院的护士们闲聊的时候，提到安森家的纯子也去世了，不过最近的患者都不来这里的医院，而是要求去江流诊所。死后的葬礼也不要寺庙操办，都是去的殡仪馆。汽车仓管的妙婆婆也病倒了，她的女儿很担心，问尾崎村子里是不是真的出了传染病。尾崎矢口否认，内心却愈发焦躁。到底还要出现多少受害者？他还要等到什么时候？绿子也很害怕，他想起那晚看到的奈绪，难道这一切真的不是什么传染病？市井正坐在父亲的病床前沉思，他的夫妻肯定知道了同夫家的真面目。那天要求去看德次郎，就是为了确认。面容憔悴、浑身脏污的小薰突然跑过来，战战兢兢的希望市井能赐他一个法名。他的父母都死了，弟弟也失踪了。小薰知道下一个就轮到他了，他已经给自己挖好了坟墓，但墓碑上必须要刻上法名。小薰跪地要求市井为他取一个法名。人不知道自己何时会死，但没有谁的生命可以轻贱到随时死去。市井想要安慰小薰，但这些话不是他可以说的。人家小姑娘都已经被尸鬼害得家破人亡了，难道你现在还觉得尸鬼很可怜吗？市井偷偷去看了尾崎一眼，转身走进了同夫家的大门。这就是他给出的最后答案。这个人真的是实在不知道该怎么说，你自己爹都被尸鬼杀了，尸鬼的命是命，人的命就不是命了。晚上，小池先生因为祭典的练习晚归，在路上遇到两个年轻人跟他打招呼。小池觉得这两个人非常眼熟，仔细一想，顿时惊出一身冷汗。他们不是早就死了吗？再一回头，两个人已经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了他的背后。小池吓得在街上狂奔逃命，尸鬼穷追不舍。终于有一户人家听到了动静，打开了门，没想到这户人家居然也是尸鬼。尸鬼已经开始在村子里住下了。满脸绝望的小池被拖走当了晚餐。同一天晚上，绿子接到了护士青美小姐打来的电话，说自己在家被人袭击了。绿子通知了尾崎医生之后，就急匆匆带着自己的狗去救人了。半路上，一辆搬家公司的货车从他旁边擦肩而过，绿子清楚地看到被绑在驾驶室里的青美小姐，两双眼冒红光的眼睛出现在了他的身后。与此同时，陈四也发现了在树林里跑过的夏野的行踪。等到尾崎赶到时，绿子已经面容呆滞地跪倒在路边。尾崎想让绿子住院，但他却哭着喃喃道自己要辞职回家，不要再管他了。尾崎恨得咬牙切齿，却一点办法都没有。而在尾崎回到医院后，同夫夫人千鹤已经如约而至。尾崎二话不说，抽起木桩朝着千鹤扎去。然而随着一声枪响，木桩被子弹击得粉碎。同夫正埋伏在医院外的树林里，给妻子外遇打下手。尾崎不明白，同夫一个人类为什么要站在尸鬼这边？千鹤杀人不忘初心，不只是同夫，就连市井都去找沙子了。尾崎早有预料，这是符合市井性格的愚蠢选择。千鹤亲密地搂着尾崎，但尾崎并不想死，他要亲自看着村子走向灭亡。从今年夏天开始就死了这么多人，村民们却完全不在乎，一边说着好奇怪啊，一边却只等着别人给出答案。他说出了答案，那群人却不相信，轻易舍弃了真相，所以他受够了，不想再和一群没脑子的人打交道，所以他想亲眼见证这群人的下场。说了这么多，千鹤还是一口咬上了尾崎的脖子，并指挥销毁治疗篡改病例。死去的人越来越多，就连殡仪馆都放不下了。尸鬼们开始负责起了照顾尸体的工作，将死者藏在山间小屋里观察几天，尸变的就送走，腐烂的就埋掉。不久后，整座村子将被尸鬼占领。穿得很骚气的陈四敲响了结城家的门，结城尖叫着冲出，一把捅进了陈四的腹部，然后大笑着欢呼自己消灭了活死人。自从夏野去世之后，结城就彻底疯掉成了现在这个样子。陈四是来找夏野的，夏野确实是变成了尸鬼，但是他的体质特殊，变成了和陈四一样的尸鬼亚种人狼。这个种类非常稀有，吸血鬼电影里吸血鬼旁边不是经常跟着狼吗？夏野漠不关心。陈四提起小昭的失踪，夏野也漠不关心。这下彻底惹怒了陈四，他一把掐住夏野的脖子拎了起来。人狼有呼吸和脉搏，白天也能外出，吃普通的食物也能存活，身体会得到强化，但是不吸血的话就发挥不出应有的力量。夏野到现在明显没吸过血，陈四的手越收越紧，他现在完全可以将夏野杀死。就在夏野被掐的眼球充血直翻白眼的时候，陈四一把扔开了他。虽然他个人想要杀了夏野，但杀子希望增加同伴，所以他再给夏野时间考虑清楚，如果还是这种态度，他就要真的动手杀人了。晚上郑雄出来逛街，成功尸变的躲开着载着千鹤横冲直撞下山，差点把郑雄撞飞。自从脱离了父亲的管束之后，杜就无法无天了起来，觉得自己有了杀人特权还到处杀人，嚣张的大
大家都看不下去，但是这是千鹤允许的。沙子像宠女儿一样宠着千鹤，再怎么胡闹都任由他来。加之带着小彻去巡视山间小屋，正好绿子在这一天成功尸变了。她是医护经验丰富的护士，知道自己的身上发生了什么。现在的她没有脉搏和呼吸，已经是尸鬼了。加之将照顾绿子的任务交给小彻后就离开了，但绿子拒绝换衣服，也不愿意为进食而杀人。她的妹妹和母亲肯定也都已经死了。所有人一开始的时候都是这么说的，但是全都因为耐不住饥饿选择了杀人。但绿子却温柔地笑着说，她想试试看，因为她不想厌恶自己。门口闲聊的大爷大妈死的死，走的走，这座村子里的活人越来越少。韦奇在给自己输血维持生命，他的脑海中不断闪过千鹤的恐怖幻影。被尸鬼吸过血后，就不能违抗对方的所有命令，这让韦奇非常痛苦。双月祭祀开始的当晚，韦奇篡改好了千鹤要求的所有资料。千鹤盼望着村子里只有尸鬼的那天，到时候他们就能自由自在的行动了。他们一直都渴望拥有一个不需要躲躲藏藏的安全之地，而现在这个目标马上就要实现了。千鹤自信地认为成功不在话下，因为就连韦奇这个最大的威胁都被搞定了。韦奇突然开口约千鹤去祭典上约会，反正他马上就要死了，在死前不得过得舒服一点。尸鬼很害怕神庙之类的东西，千鹤有些犹豫，但韦奇用多在人前走走就能打消村民的怀疑说服了他。他俩走在一起不太自然，于是韦奇给千鹤做了包扎，让他对外说自己切芋头的时候切到了手，来医院找他包扎的。看着受伤的包扎，千鹤突然很开心，她还是人的时候做饭也会这样切到手。她和丈夫结婚后不久，丈夫就在南方战死了。回想起做人的感觉，千鹤居然还有些怀念。有了伤口做掩护，村民果然和千鹤开心地聊了起来。比起神秘有些怪异的同夫家，切芋头伤到手的普通太太当然更接地气。越是靠近会场，千鹤就越害怕，但韦奇却拉着她的手，执意要带她去看看。在美男计的诱惑下，千鹤还真就跟着去了。越往里走，恐怖感觉越强，她就如同站在了悬崖边上，稍微踏出一步就万劫不复。偏偏这个时候看到韦奇后，人群都围拢了过来。千鹤最终无法克服恐惧，转身就要走，没想到韦奇却一把拽着她，以千鹤不舒服为由，强行带她到事务所休息，还让小辉的父亲帮忙搀扶。就在小辉父亲的手碰到千鹤身体的时候，他惊呆了，为什么会如此的冰冷？千鹤对韦奇的控制就像失灵了一样，对方完全不听他的命令，说什么都要把他强行带去休息。挣扎之间，韦奇露出了胳膊上的牙印，千鹤傻眼了，因为他咬的地方是脖子，这个牙印是别人咬的。韦奇早就摆脱了他的控制，而韦奇也给出了他阴险的笑。千鹤吓坏了，他知道自己中了韦奇的圈套，吓得转身就想跑，但因为腿软跪倒在地。小辉的父亲闻到了千鹤身上的味道，和小辉死前出现在他房间里的女性香水味一模一样。韦奇适时地提醒他，千鹤是杀死他女儿的活死人。小辉的父亲眼神瞬间变得无比仇恨，他一把拽过想要逃走的千惠，一摸居然没有脉搏，于是当着大家的面喊了出来。村民们相继围拢上前查看，果然千鹤没有心跳和脉搏，和死人没什么差别。韦奇的目的达成，而就在此时，堵开着汽车冲入人群，前来营救千鹤。然而还没等撞上来，就被他发怒冲冠的父亲拦下了。同夫架起枪威胁，但堵已经被吓破胆了。常年养成的对父亲的恐惧让他倒扯就跑。见到已死的堵，大家更确信活死人的存在了。千鹤爬上栏杆想要趁机逃走，但无数的人群朝他丢来石头。终于，针对尸鬼的战争打响了。